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合理质疑，颠覆历史。大家好，我是陈启峰，今天又来帮各位颠覆历史了。那今天要颠覆的主题是什么呢？那就是溥仪。那一讲起溥仪，大家都知道他是大清最末一位皇帝，而且他3次登基，3次下台，也因此被冠上一个亡国之君的标志。可是真实的溥仪跟我们电影中的溥仪是否是同样的形象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好好探讨的哈。那我们首先要来讲到说哈，大凡一国的亡国之君，那其实都不是单一帝王或单一时间所造成，它通常都是积弊重生、累积长期的结果。而历朝历代也都不乏有许多的天灾人祸啊，在此之前都有一些隐忧或者是原因，才会造成整个王朝的覆亡。那于是我们来看看溥仪接过大清这个烂摊子，其实呢就已经面对了相同的情况。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溥仪登基之前，大清早就被慈禧太后搞得是乌烟瘴气，而中间虽然有光绪皇帝来希望有一番作为，希望变法维新，但是后来还是迎来大清覆亡的命运，因为慈禧太后这个守旧派势力从中杯葛，弄出个戊戌政变，所以后来使得光绪的努力完全都白了费。那于是我们来看看，溥仪就在这样子一个风雨飘摇的情况登基，而且还没有来得及亲政哦，就迎来大清的灭亡。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溥仪算不算是真正的亡国之君呢？那我们之前有讲过说，明朝也有一个很有名的亡国之君，叫做崇祯。那崇祯为什么会当上亡国之君？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一天东宫太子的教育，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就当上了皇帝。结果呢，他虽然有看到问题，也立刻下了决断，就是把魏忠贤还有客氏杀掉，但是他的种种努力，最后仍是白了费。后来在眉山上吊自缢。那于是我们要看看说，那大家对于这个崇祯的评价是如何呢？尽管大家也都认为崇祯的问题很多，但是因为他做了许多的努力，所以很多的史学家都给他寄予无比的同情，把他称之为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那于是我们就来看看溥仪好了。溥仪连一天亲政的机会都没有，就迎来大清覆亡的命运。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算不算是真正的亡国之君呢？这其实是很值得探讨的。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溥仪退位之前，那他其实是一天亲政的机会都没有。那后来他其实迎来大清的为王之后，做了许多的努力，而这些努力我们可以陆陆续续看到，他一直都希望恢复大清。像是譬如说，在明初军阀的时候，他跟张勋那些人往来，那无非就是希望有朝一日复辟。结果后来溥仪复辟真的成功了，12天后又被拉下台来。那于是我们再看看后来日本人扶持他成为满洲国的皇帝。日本人是不安好心眼呐，但是说到溥仪，他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也是想要反过来跟日本人合作，借由他们的势力来恢复大清。那只不过是这些努力似乎都落了空而已。像譬如说，溥仪曾经秘密的拓展他的护卫军，因为他把这些大内高手，还有从外招来一些人才，秘密组成自己的军队，而且还将近发展到1000人哦。是后来这些护卫军跟日本关东军的士兵发生了冲突，打了一架之后，日本关东军才发现，溥仪你怎么有自己的护卫军？勒令解散。所以你看哦，溥仪其实是有好好的想要为恢复大清做许多的努力，甚至他后来为了不让
日本人控制，那坚持要主宰自己的婚姻，而且也主宰皇室的婚姻，甚至到后来还跟那个外交官秘密联系，希望逃到萨尔瓦多。虽然后来都没有成功，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他在当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期间做了许许多多的努力。所以后来啊，周恩来曾经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当皇帝的时候才2、3岁，那时候的事不能让你负责，但在伪满时代，你是要负责的。”那这个话是在指责溥仪干嘛呢？就是指责溥仪跟日本人合作，当人人唾弃的汉奸。可是各位，如果说这一句话是属实的话，那是不是也相对来看，他做了许多的努力来恢复大清吗？所以，相较于一些亡国之君，你有没有觉得说，溥仪的努力其实还蛮值得让人称赞的？那所以我们看不到他到底亲政的能力如何，因为没有机会让他一天亲政。但是呢，他在为恢复大清所做的努力上，其实是有目共睹的。还有一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溥仪在恢复大清上是多么的心心念念。那据说他晚年的时候呢，曾经有说出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疑似发现了雍正的密诏。那为什么说会发现雍正的密诏呢？我们都知道说，雍正当上皇帝，那他的皇位到底得来正跟不正，其实有许多的争议。可是雍正登基即位之后，对他的兄弟们并不是很好。那像譬如说有8阿哥允嗣，还有9阿哥允堂，那这2个人后来被他幽禁起来，那先后暴毙身亡。怎么死的？死因不明。那有人是说他幽禁而死，也有人说是雍正偷偷命人下毒，莫衷一是。但这个谜团无意间被溥仪发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溥仪后来在紫禁城之中，依据亲事退位条件，他可以在里头待着但是必须安分守己，不可以任意出外。所以当时年少的他，经常跟他的弟弟溥杰，这个在椅子上的就是溥杰，旁边站的就是溥仪，2个人经常在紫禁城里面到处乱玩，想说反正也不能到外头去嘛，那我们就在宫里面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奇的玩意儿。那结果他们一路来到这个养心殿来玩，那在打闹的过程中，屋顶突然落下了一些灰尘，那于是他们好奇的四处张望，那突然发现墙壁上的佛龛后面好像藏有东西，那于是他们就过去把它取出来，取出一个黄纸包。那他们当然很好奇啊，这个黄纸包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就打开一看，原来里面是一张密诏。他们隐隐约约知道，这个是雍正命令中人府暗杀8阿哥跟9阿哥的密诏。可是呢，当时他们年纪太小，搞不清楚这封密诏有什么重要性，所以看看上面都是字，好像也跟自己的祖先有关。那但是他也没有很在意，所以把它收拾回去之后呢，就把它包好放回佛龛后面了。然后到他晚年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这个密诏的重要性。那他后来曾经回到紫禁城去问宫中的一些老人有没有发现过这个黄纸包，那大家都跟他讲没看到，而他回到那个地方也没有看到这个黄纸包，所以他在他的回忆录之中曾经一度把这件事情写进去。但是呢，因为这个黄纸包已经不见了，死无对证了，所以他后来思之再三，还是决定把它删掉。所以后来这件事情并没有写进他的回忆录之中。可是他的弟弟溥杰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之中提到了这件事情。好，那于是溥杰也曾经提到这件事情，溥仪也一度把它写进来，所以证明这件事情是真的存在无误，是发生过，他们真的都有记得自己有发现一个密诏在里头。好，那这个密诏到底是否属实，我们不得而知，搞不好是伪造的，因为已经死无对证，已经东西不见了。但是你注意哦，
溥仪一直到晚年都还在回想自己过去的生活，在检讨自己的所作所为，甚至他还去汲取前人皇帝的一个统治方法。那这是不是代表着说他仍然心心念念要恢复大清呢？所以你看，溥仪相较于一些历代的亡国之君，一亡国之后就乐不思蜀啦，安享逸乐啦，那就干脆忘掉国仇家恨啊！你不觉得溥仪这样的一个作为，其实还蛮令人称道吗？所以大家都说溥仪是亡国之君，我们看不到他多有才能啊，顶多就是说他那个当了汉奸，贪生怕死。但是他为恢复大清所做的努力，这个是不能抹煞的。那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同这样的一个结论？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溥仪的性格。那中国最后一个太监，他叫做孙耀庭。那孙耀庭曾经在他的著作里面提到许多清宫里面的私生活，而且也提到溥仪的性格疑似有恋母情节。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首先来从他的生母讲起。那溥仪的生母，她是瓜尔佳氏，那她的原名叫做苏完瓜尔佳幼兰。那她的父亲就是慈禧的军机大臣荣禄，所以她算是出身相当的显赫。后来因为荣禄的关系，她还成为慈禧的养女哦，而且是在慈禧的主婚之下，把她许配给载沣，所以后来她跟载沣生下了一个儿子，那这个长子就是溥仪。那不过这个溥仪，我们知道说，在光绪病重之时，被慈禧勒令要带进宫中教养。那当时醇亲王府听到消息之后，是整个府内是上下人心惶惶，大家都不知道说2岁的小孩到宫廷里面到底是会发生什么事。那结果进去之后，后来也就母子没有什么机会再见面了。那既然母子没有机会见面，那为什么溥仪会有所谓的恋母情节呢？这就要说到他的恋母情节不是他的生母，而是他的乳母，就是奶妈王娇氏。那为什么说他的恋母情节是在王娇氏身上？因为溥仪自小他的乳母就是王娇氏，那溥仪为了要疏解自己在宫中里面的压力，那经常黏着王娇氏，而且呢，只要他想要喝奶，是不必任何的嫌，直接在大庭广众之下就会扑到奶妈的怀中喝奶。甚至到了9岁哦，9岁都还继续喝奶，而且是扑到王娇氏身上说我要喝奶。那你知道说在宫廷里面这样大庭广众，那要这样子赤身露体让人家看到，这实在很难看，对不对？所以你知道王娇氏后来怎么办吗？她特别为溥仪做了一件宽大的袍子，以便于溥仪要喝奶的时候，可以把它包到这个宽大的袍子之中，让他好好喝，又不会让自己觉得就是不成体统这样子。可是尽管王娇氏已经做到面面俱到了，但是其他的宫女看了还是会笑话溥仪啊。所以后来这些笑话的这些话语传到了太妃的耳中。太妃觉得这样子太不成体统了，所以就勒令把王娇氏逐出宫去。好，那讲到这个地方，大家一定会觉得说，这样子说来，王娇氏对于溥仪来讲，应该是有不良的影响吧？可是我告诉各位，正好相反，王娇氏反而修正了溥仪的扭曲性格。怎么说呢？好，因为溥仪入宫之后呢，被迫要接受各种宫廷礼仪的规范。那清廷皇室对于皇子其实要求甚多，甚至有所谓的限食，就是不准让他们吃太多东西。所以溥仪经常处于挨饿的状态之下，那常常没有东西吃，甚至有时候溥仪趁着那些太监不注意，随手抓个什么食物吃，你知道那个太监还会硬是把他的嘴巴敲开，把东西从
溥仪的嘴里面挖出来，你这样子就可以知道说，其实溥仪在宫中的生活是一点都不如意的，所以这也就导致他后来他的性格变得扭曲，尤其是他长大以后稍微好动，那些太监还会把他关到黑屋里面拜火，那说是要让他冷静冷静。可是一个没有母亲在身边的小孩，然后接受这样子一个幽静的感觉，你不觉得这样子会严重缺乏安全感吗？所以小时候他由得那些太监为所欲为，长大之后反过来欺凌这些太监。所以你知道，在那个宫廷里面有记载，就是记载皇帝的言行叫做起居注。那这个起居录或起居注呢，里头就有一件事说，宣统9年正月16号。上常吃太监，那这个吃就是鞭打的意思。那前后达17名。那大臣陈宝琛曾经进谏这件事情，但是溥仪依然故我，所以你就知道说，溥仪在这个时候已经养成虐待太监的一个扭曲的一个行径了。而且呢，他不是不高兴才会打太监，他高兴的时候也会虐待太监。像是譬如说，有一次他想要试试看，说这些太监是否还听自己这个退位天子的命令，所以他就随力指了地下一坨脏东西，说：“来，某某太监，你给我把它吃了。”那太监有办法去违逆他的意见吗？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真的就把那一坨脏东西在溥仪的眼前把它吃掉，而且溥仪完全没有阻止他。过分的行径不止如此，那据说有一次溥仪拿着灭火用的那个急桶，就是喷桶，在那边喷水玩，结果迎面走来一个年老的太监，那于是他就把这个喷桶的水往这个太监身上猛喷。那这个太监被喷到了之后也不敢跑啊，因为皇帝就在眼前啊，他们还是有受过这种宫廷礼仪训练的。那所以他就蹲在地下，结果呢，溥仪就觉得你蹲在地下不走，是不是我就喷到你走？他就一直喷，一直喷，一直喷。喷到这个太监晕死过去为止。那后来是好不容易被人家救回来，可是由这2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溥仪的行径有多么的令人发指，真的是夸张到了极点。结果你知道哦，在这些扭曲的行径后面，是谁在想办法对他进行劝告跟修正吗？就是王娇氏。那王娇氏对待他的方法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因为在宫里面不是权势地位比溥仪高，就是低于溥仪，所以高于溥仪的就会狠狠的责骂他，好像譬如说太妃啦，或那个隆裕太后，那地位比较低的那些太监又是唯唯诺诺，唯他的命是从。只有王娇氏会对他加以劝告，而且王娇氏的劝告都是软着来，都是将心比心，他都会说：“哎呀，你看啊，你不希望别人对你怎么样，对不对？所以你也不应该对你的手底下的人怎么样。”因此，这个王娇氏对于溥仪而言，反而是给他很好的言教跟身教。所以后来那个王娇氏被迫逐出宫去之后呢，溥仪感念这个王娇氏，特别说了一段话，我们来看看溥仪怎么说的哈。他说：“现在看来，乳母走后，在我身边就再没一个通人性的人。如果9岁以前我还能从乳母的教养中懂得点人性的话，这点人性在9岁以后也逐渐丧失殆尽。”各位，你有没有觉得说，这个乳母王娇氏对于溥仪其实带来非常正面的影响？有没有？因为溥仪觉得说自己9岁以前都还有人性，9岁以后就没了。你看这样的一个那个评价对王娇氏是多么的高。那当然，大家会怀疑说，是不是这个王娇氏本身就是家世良好、受过良好教育的千金大小姐呢？我告诉各位，完全不是。
溥仪自己也很好奇，曾经问过王娇氏哦，结果王娇氏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怎么说呢？因为王娇氏出身贫农，3岁那一年，因为家乡发生大水，所以他的父亲带着一家人逃难到北京去。那途中因为太多的人要吃饭了，一度想要把这个女儿王娇氏丢掉哦。但是后来还是不忍心撑了下来。后来到了北京之后，冬过春回，他们回到家乡，想说啊，既然大水过去了，可以好好的耕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了。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又遇到了八国联军，那于是他们又逃难到了北京。逃难到北京之后呢，举目无亲，还好有个哥哥在北京那边工作，所以他就投靠他的哥哥。他的哥哥是有收留他啦，可是其实他所赚的钱也没办法负担王娇氏，所以他后来半卖半嫁，把王娇氏嫁给一个姓王的差役。那后来2个人生了一个女儿，结果这个姓王的差役居然就走了，就病逝了。病逝之后，一家老小的那个吃食全部落在王娇氏身上。你说她一个弱女子，怎么去负担整个家的家计？还好，就在这个时候，纯金王府贴出告示，说要征召一个乳母，所以后来王娇氏就去应征。那当时跟着一起去应征的有20多人，结果王娇氏脱颖而出。那原因是因为她体貌端正，奶水醇厚。那不过，纯金王府虽然挑了王娇氏当了溥仪的乳母，但是也给他开了2个条件。那他说我1个月给你2两银子，但是一来你不能回家探望儿子跟女儿，谁知道你回家之后会不会带一些不好的食物或病菌过来，影响了溥仪呢？对不对？那二来是每天都要吃一个没有调味的肘子。那什么叫做肘子？就是猪脚啦。你知道猪脚如果没有任何调味，那个腥油啊，还有腻啊，是很难入口的。王娇氏都答应了，而且他这样一吃就是9年，你看有没有夸张？好，那结果你知道后来9年之后，王娇氏回到家乡，才发现自己的女儿早就饿死了。为什么？原来他把从王府赚来的钱都给他的公婆了，但是他的公婆也没有多余的钱再去找一个乳母来喂他的女儿，结果他的女就只好给他米汤喝，结果这一喝久了之后，就因为营养不良而死。但是后来这个消息，纯金王府不告诉王娇氏，因为怕王娇氏悲伤过度，影响了奶水的品质，所以王娇氏是到后来回到家乡之后才知道自己的女儿早就已经过世了。你说她会不会悲痛不已？为了养一个溥仪，然后结果让自己的女儿因此营养不良而死。所以后来溥仪又把这个乳母特别接过来跟自己一起住，那可能也是希望补偿为了哺乳自己而造成他亲生女儿病逝的这个过错吧。好，那除了说溥仪曾经有可能是恋母情节之外，那在孙耀庭的著作里面还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溥仪疑似是同性恋，还因此终身没有子嗣。那孙耀庭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说因为小的时候啊，那个依据亲事退位条件，那他们不可以到处乱跑。可是溥仪正是贪玩好动的年纪，所以太妃就要太监们好好加以看管。那白天还好，但是到了晚上，谁也没有那个精神跟体力看管溥仪，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些太监就委托宫女们去照顾，而这些宫女们都是如狼似虎的年纪啊，刚好溥仪又年轻气盛嘛，结果没有多久，那两者就勾搭上了，所以据说溥仪过了好一阵长期纵欲的日子。那纵欲到后来，对男女之事都没有兴趣了。
那于是后来他就又回到跟太监玩。那据说这个时候有个太监非常的美貌，而且跟溥仪很好。那这个太监叫做小王三儿，两个人过从甚密。那孙耀庭认为说两个人应该有不可告人的关系，所以这是其一。那其二就是说，溥仪有一个养老师叫做庄士敦，他是英国人。那这个庄士敦据说也是同性恋，那所以溥仪跟他感情很要好，所以孙耀庭认为说，这个溥仪应该跟这个庄士敦也有一些不寻常的关系。再来就是溥仪一生无子，那孙耀庭也认为说，应该跟他同性恋有关。不过这三个事实后来都逐一遭到破解。怎么说呢？有学者去好好探查了一下，发现说，在大清档案中的进士房名册里面，没有一个叫做小王三儿的太监。那也就是代表了说，既然没有这一个人，当然也就没有所谓的发展不正常关系的可能。所以这是一个。就算真的有个太监叫做小王三儿好了，那但是这个溥仪应该会好好提拔他，对不对？可是就目前现有大清档案里面，我们没有看到溥仪曾经有提拔过哪一个太监，所以这证明说他跟太监过从甚密，这件事情是纯属虚构。那第二个就是说，他的老师庄士敦，那他的老师庄士敦后来回到家乡，谈了几次恋爱。通通都是异性，而且后来还因为失恋想要自杀。如果庄士敦真的是同性恋的话，怎么会交往的都是异性？唯一的可能是他是双性恋，可是就算是双性恋的话，也应该会夹杂几个男性，对不对？结果没有，而且重点是，当时庄士敦跟溥仪关系正要好的时候，是在戒备森严的紫禁城里面，两个人怎么能够避得过众多太监宫女的耳目，做一些勾搭之事？所以我认为说，这个溥仪跟庄士敦有发展同性恋关系，这也是纯属虚构。那但是为什么这个孙耀庭会有这样的说法呢？那孙耀庭也是听来的。那我个人是认为啦，就是说你知道古代有所谓的对食的风气，那对食呢，就是宫女们相互慰藉，发展到后来也有太监跟宫女相互慰藉。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发生，所以溥仪可能听到了耳濡目染，也曾经好奇来那么一下，跟这些太监可能比较美貌一点，跟自己比较要好的，有一些比较亲密的接触。可是这种亲密的接触可能浅尝即止，并没有因此改变他的性向，也没有去影响到他真的发展成为同性恋。所以他这样因为好奇而有这样的一个尝试跟接触的话，你能说溥仪就是同性恋吗？那但是既然溥仪不是同性恋，那为什么会有一生无子呢？那讲到这个地方，其实可以从溥仪的同事沈醉来讲起哈。那沈醉原本是军统少将，那他后来被中共特赦之后，跟溥仪一起当文史专员，这就是他们是同事的原因。而沈醉后来转述了溥仪在跟他闲聊时谈的话，他的内容是这样的，他说有时候2、3个宫女在床上教溥仪干坏事，那溥仪第2天就精疲力尽，见到太阳都是白的。那这个时候太监又找来一些壮阳药给他吃，结果难敌如狼似虎的众多宫女，渐渐的他就对这事没有了兴趣。所以这一段缘由解释了溥仪后来其实对男女之事没有兴趣的原因。可是没有兴趣并不代表他没有能力啊。那不过后来溥仪确实是罹患性无能。为什么知道？因为后来有学者去研究溥仪，收集了相关史料，无意间得到了1962年7月21号的求诊病历，上头清楚写着
患者于30年前任皇帝时就有阳痿，一直在求治，疗效欠佳，有吸烟嗜好，曾3次结婚均未生育。所以从这份病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溥仪一直为阳痿所困扰，还一直骗找名医，但是都没有成效。而这样的一个性无能的事实，后来也在溥仪的第5任妻子身上得到验证。那溥仪的第5任妻子叫做李淑贤。李淑贤后来曾经对采访的记者说：“他们新婚之夜，溥仪就一直看书到深夜，当天没有碰她。之后连续几天也是如此。那所以后来李淑贤忍耐不了了，就直接摊破事实，就直接问溥仪到底是怎么回事。溥仪这个时候才供出他有阳痿，也就是性无能的事实。那李淑贤听了当然很火大，你跟我结这个婚，那不就是要我摆明的守活寡吗？所以当场就要跟溥仪离婚。但是溥仪是中共的重点人物啊，还把他们的那个婚礼拍成纪录片啊。李淑贤这样子一搞的话，就变成刚结完婚没多久就离婚，这像话吗？不是把婚姻当儿戏吗？所以后来闹到中共高层那边，那中共高层的周恩来还特别找这个李淑贤讲话，他说：“你跟溥仪结婚的事，全世界都知道了啊，就拜托你照顾他啦。你们没有小孩，我跟小超生活那么多年也没有小孩啊，不要离婚，就给溥仪当一个保卫者吧。”那连周恩来都讲话了，所以后来李淑贤不敢再离婚。但中共后来骗找名医，想办法让溥仪恢复雄风，通通都没有用。所以后来溥仪这个性无能的这个病史，一直困扰到他晚年哦。好，所以后来啊，溥仪在他的著作就是《我的前半生》里面，特别写了一段话给李淑贤。他是这么说的：我年岁大，体弱多病，既没能让你生下一男半女，又没有留下账务，今后怎么办？意思就是说，他觉得自己之所以不能生下一男半女的原因，都是因为自己体弱多病，也就是性无能，或者是说他年轻的时候长期纵欲，搞坏了身子的结果。那有人是认为说，清朝一向是近亲通婚，所以导致后来他们的那个生育力低落。那也有人认为说，是因为溥仪年轻的时候就吃了壮阳药，壮阳药成分不明嘛，导致了溥仪的精子活力低落，所以这也是溥仪会一生无子的原因。而溥仪自己应该认为说，就是自己年轻时纵欲，再加上吃了不该吃的壮阳药，所以才会导致一生无子。所以溥仪之所以一生无子，不是因为同性恋的关系，而是因为他性无能。所以讲到这个地方，顺便一来破解溥仪是同性恋的传言，那顺便也让各位知道说，溥仪其实罹患隐疾，这也是导致他一生都没有生下一男半女的原因哦。好，那于是我们在接下来，既然他跟宫女这么早就发生性关系，那我们来看看说他到底是不是一个花心的帝王呢？其实古代帝王有后宫3000美女，那不乏有自命风流之辈，像乾隆。那溥仪算不算是这种人呢？似乎并不算是，而且他还蛮专情的哦。尽管他罹患性无能，但是他在情感上并不是这么的花心。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看溥仪一生的5个老婆。好了，我们逐一来看哈。那溥仪的第一个老婆就是他的皇后婉容。那婉容她的原名叫郭布罗婉容，那出身名门世家，年轻的时候就以容貌端正跟擅长琴棋书画，在清朝皇室贵族之间名闻遐迩，所以后来嫁给溥仪当老婆之后，2个人一开始还过了蛮短暂的甜蜜生活。为什么？因为婉容她自小就是受西洋教育长大，所以她嫁给溥仪之后，也把自己小时候所带来的西洋生活带给溥仪。她教溥仪吃西餐，
写英文信、写英文情书，所以两个人一开始其实生活的相当的甜蜜，称得上是间谍情深。但是为什么后来感情会生变呢？这就要讲到说那个婉容的性格，因为婉容的性格比较偏执狭隘，容不得溥仪对另外一个妃子，就是淑妃文秀好，所以经常争风吃醋。结果这一争风吃醋下去，就让溥仪越来越不悦。再加上后来文秀因为无法忍受宫廷生活，主动要求离婚，这家丑外扬啊！溥仪认为说，都是因为婉容容不得文秀排挤他的结果，所以后来就对他更为冷淡了。然后到了满洲国时期，两人虽然先后到了满洲国这个地方，但是溥仪这个时候无心照顾婉容，对他非常的冷淡，不理不睬。而这个时候的婉容又在那个已经是孤苦无依了，又面对日本严密的监控，所以他的身心遭到极大的压力，濒临崩溃边缘。所以他后来染上了一个恶习，那这个恶习就是吸食鸦片。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婉容的容貌其实是相当的清秀，气质相当的出众。但是你看在满洲国时期的他，眼神你有没有觉得已经有一点点失常的感觉？有没有？所以后来据说婉容为了激怒溥仪，因为溥仪对他完全不理不睬嘛，还跟溥仪的侍卫私通，因此生下一个小孩。据说溥仪看到这个小孩大怒啊，直接把他抓起来砸到锅炉里面打死。所以后来那个婉容精神失常，然后后来溥仪也完全不理不睬，甚至到后来那个婉容死在狱中的消息传到溥仪耳中之后，溥仪完全没有任何反应。这就代表了说，溥仪即使后来没有跟婉容在一起了，但是呢，他对于婉容的余恨仍然未消。那也就是因为婉容的种种行径，觉得让他实在是记恨不已哈，所以他对这个妻子后来是没有任何感情的。那我们再看看溥仪的第二任妻子，那就是淑妃文秀。文秀你可以注意到她的长相实在不怎么样，比不上婉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溥仪就是跟她比较投缘，比较有话说，所以在文秀跟婉容相互争吵、争风吃醋的时候，那其实溥仪也多半会站在文秀这边一点。可是后来文秀一来遭受到婉容的排挤，二来也觉得这种备受监视跟备受压抑的宫廷生活她忍受不了，所以她后来接受闺蜜的建议，登报离婚哦。而且离婚的理由真的是很夸张，她曾经要求写了一封那个律师函，上头劈头就写了是第9年未蒙一幸。各位，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文秀当了溥仪的老婆，连一天都没有同床共枕过，也就是文秀9年之后还是完璧之身。那所以这也就是侧面的反映出溥仪是性无能的事实嘛。所以后来这件事情闹大之后，你知道溥仪真的是觉得难堪，以及谁愿意自己的隐疾被人家知道，还公诸于世呢？所以你知道后来他们对簿公堂之后啊，溥仪马上下令律师赶快跟他和解，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那后来文秀也有提出他的条件，说必须每个月付他赡养费15万元那后来是有杀价杀到5万多啦。那后来溥仪也不想跟他再纠葛下去了，顺利离婚。离婚之后，据说文秀发展的还不错，那但是两个人后来就再也没有瓜葛了好，那所以这是他跟第2任妻子的缘分。再来看到溥仪的第3任妻子，那溥仪的第3任妻子叫做谭玉麟。那因为婉容精神失常之后，日本人就一直希望为溥仪找一个日本妻子好加以控制，溥仪就是不要。所以后来经由皇室成员介绍，
介绍了这一个年仅17岁的谭玉玲。那溥仪一看了就很喜欢，就把她封为祥贵人哈。那他跟这个祥贵人的感情非常的好，因为这个谭玉玲啊年轻貌美啊，那她的一个天真烂漫，带给溥仪很多的安慰。不过两人婚后7年就病逝了。那病逝的时候呢，而且是病逝在日本医生诊治的过程中，所以溥仪一直都很怀疑说，这个谭玉玲是死在日本人的手中。所以他后来在谭玉玲死后念念不忘，还特别玩碟仙，想要召唤谭玉玲的灵魂。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其实溥仪在年轻在紫禁城里面就曾经玩过碟仙。那后来在谭玉玲死后呢，他突然想起自己年轻时候玩的碟仙，就想说来试试看，看能不能找到谭玉玲来问问看她过得如何啊，也顺便问问她的死因。所以后来据说有一天晚上，他找了几个亲近的人来一起伏碟仙。溥仪自己没有下去玩，但是他在一旁看。那这个碟子有动起来哦，但是呢，怎么动都是不成句，连续几天都是如此。那这就代表着说，他没有办法成功召唤到谭玉玲的灵魂回来。但即便是如此，溥仪还是非常的怀念谭玉玲。据说他把谭玉玲的头发跟指甲还有照片放在自己的皮夹子里面，而且这一张照片的后面还写了一句话说，我的最亲爱的玉玲。所以由此可知，他对这个谭玉玲是真心诚意喜爱的哈。好，再接下来谈到溥仪的第4任妻子李玉琴。那李玉琴是汉人女子，是个平民。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平民呢？就是因为谭玉玲过世之后，在日本的授意之下娶了这个李玉琴因为溥仪看了这个李玉琴容貌还不错，你可以看到她容貌气质也不输婉容，对不对？相当的端正。那所以后来就娶了这个李玉琴。那当时李玉琴只有15岁，可是两个人婚后感情没有很好，可能因为溥仪在日本人的压抑之下，那个压力过大，所以经常对李玉琴拳打脚踢。2年后，那满洲国就亡了嘛，那溥仪被苏联抓走，而李玉琴就逃到乡下去，躲了10多年。等到溥仪被中共特赦之后，他还特地去见溥仪一面为什么要见他？为的就是要离婚。所以两个人后来办妥离婚手续之后，就各不相干了。所以他跟溥仪的缘分也就到此为止。再来，接下来就要讲到溥仪的第5任妻子，那就是那个李淑贤哈。那这个李淑贤是溥仪自己找的。那他会找李淑贤，一来是觉得说，李淑贤的个性他很喜欢；二来也是因为李淑贤是个护士，他觉得可以照顾自己的下半生，所以他后来曾经写过一段话给李淑贤，说：“我以前在宫中的时候不懂夫妻之间应有的相互关系，那妻子是我的玩物跟摆设，那是后来遇见你才知道人间还有这样甜蜜的东西存在。”所以这代表着说，他虽然跟李淑贤没有什么很实质甜蜜的性关系，但是两个人感情生活是真的是互相扶持、互相依恋的，而且他这个李淑贤也是他真心喜爱哈，所以他的最爱的女人，我认为应该就是李淑贤无误啦。那当然大家会问，那溥仪对他的前任妻子是怎么看待的呢？那溥仪自己在回忆录之中也有讲说，我先后有4个妻子，从实质上来说，他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他们只是一个摆设。所以这证明说，溥仪认为这4个女子都是因为自己皇帝的光环而来，并不是真正喜欢他这个人，而真正喜欢他的人是李淑贤，所以他也对李淑贤特别好。由此看来，溥仪对自己的感情生活有自己的一套选择，而且他也完全不花心，因为这5任妻子几乎除了一开始的文秀跟婉容之外，其他都是先后娶进门。这样子来看，溥仪似乎在感情上也算专一，对不对？再接下来要讲到一个跟
溥仪无缘的女人，那就是被誉为是晚清最美格格的王敏彤。有人把她誉为是现代的周子瑜哈。那你可以注意到这个王敏彤长得是超级端庄秀丽啊，哈。那她原名叫做完颜丽同济。那我们可以注意到说左二就是王敏彤，那自小就是美人胚子，对不对？那她的表姐就是婉容，所以她第一次见到溥仪就是在婚礼之上，她见到溥仪这样气宇轩昂的样子，后来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可能是渐渐长大了吧。这个印象后来就转变为仰慕，所以她一直希望能够嫁进皇家。那她一度跟爱新觉罗的某人订婚，结果呢，南方传出跟戏子有染，所以王家解聘。解聘之后，王敏彤的第二个婚姻是在满洲国时期，因为溥杰离婚之后，希望能够再找一个皇室女子再婚，那他相中了王敏彤。几乎都已经成定案了哦，结果日本人从中插手，不准结婚。结果王敏彤的第二任婚姻就此落空，就这样子一路蹉跎到了50岁。那蹉跎到50岁，为什么又跟溥仪扯上关系呢？那就要讲到说，溥仪被中共特赦之后，那王老太太特别设宴来请他吃饭。那席间，王敏彤也不断的劝酒，溥仪可能是喝多了酒吧，开心就对这个王敏彤说说笑笑。结果等他离开之后，王敏彤就一厢情愿单相思起来了。那之后，他透过各种管道，希望能够再请溥仪来吃饭，溥仪都不愿意了，因为溥仪不愿意再跟旧式皇室女子扯上关系。那甚至后来这个王敏彤还去医院去开处女诊断证明，希望证明自己是清白之身，能够让溥仪接受，溥仪都没有因此动心哦，那所以后来溥仪实在受不了了，然后跟他讲说：“你不要再来了，你给我滚出去！”据说王敏彤大哭一场，再也没有去找这个溥仪。那很多人都会好奇说，溥仪为什么不会喜欢王敏彤？因为王敏彤这么的漂亮，对不对？那溥仪自己有说了，他说：“我喜欢朴实的人，但他给我的印象不够稳重，恐怕很难生活在一起。他中意的人不是我，而是那个皇帝溥仪。”那这也就呼应他对他前任妻子的印象，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些女人通通都是因为自己皇帝的光环而来，看重的是自己的地位，而并非自己的个人的特质。那所以他认为说，这些女人都不是他愿意接受的。所以由此看来的话，溥仪其实还是有他自我一套审视的能力，有他一套独断的看法。不知道今天讲完溥仪这么多种种，是否也颠覆大家对溥仪的认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合理质疑，颠覆历史。陈启鹏的颠覆历史，我们下次见哦。